我是真的，你是假的，你是假的，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，你是假的，是真的，你是假的。不好了，外面两个孙大圣打进来了。我是真的，你是假的，我是真的，你是假的，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，你是假的，我是真的，你是假的，我是真的，你是假的。且慢！两位大圣，何时达到我地府？阎罗王，我二人有一真猴王，有一假悟空，烦你断断真假。喂，阎罗王，我二人有一真行者，有一假悟空，判官主宰生死，想必能断出真伪吧？你们喂！阎罗王，你给我看清楚点儿，他要是真悟空，那我是谁？我一会儿我让判官查看一下生死簿，看看有没有贾大圣这种妖怪。早该如此，快点给我查清楚，然后差小鬼把他给我了账，省得我老孙还得费力气。快去！好，快与大圣查查，快查查啊！快查！快查！微臣已遍查不及，这毛虫纹部猴子130条，已被孙大圣得道之时大闹阴司，萧死明一笔勾销了。自那以后，凡是猴属，尽无名号。这微臣实在是无处可查呀。你们真是没用，主宰生死连真假都分不出来，真该吃我老孙100金箍棒！大圣饶命！大圣饶命！此话说的也确实有理呀。妖怪，我怎么顺着你话说啊？招人！住手！哎呀，地藏王菩萨，你来的正好啊！怎么会有2个齐天大圣啊？我来看看。这回惊动地藏王菩萨，你死定了！孙大圣，你既然来到了这幽灵冥府，我们同为佛门，就让我来为你们辨个真假吧。还是地藏王菩萨神通大呀！这回我有救了。随我来吧。好啊！谛听，你去听个仔细，辨个明白。是。菩萨，这谛听是何神兽？如何用耳朵听分辨真假呀？我这谛听虽是暗下之兽，却善能照见善恶，察听闲愚。它若伏在地下，一瞬时便可将这天下4大部洲、山川社稷、洞天府地之间，蝇虫、鳞虫、毛虫、羽虫、昆虫、天仙、地仙、人仙、神仙，甚至鬼仙的善恶咸愚，全都查听得一清二楚。哦，果然如此，那便太好了。有劳，有劳。如何？可能听得出？此怪之名虽有，
却不可当面说破，也不能助力擒拿。这是为何？若弟子当面说出，恐妖精成心，骚扰宝殿，掀翻了地府。那妖精的神通与孙大圣一般无二，幽冥之神能有多少法力？故此也不能助力擒拿。你们两个相貌如一，神通无二，若要辨得真假，需要到雷音寺释迦如来那里，方能辨得明白。哦，说的是啊，说的是啊，走啊，走啊，我和你到如来那儿再辨个真假。走走。不有中有，不无中无，不色中色，不空中空，非有为有，非无为无，非色为色，非空为空，空即是空，色即是色，色无定色，色即是空，名为照了，使达妙音。我等聆听大道，佛祖如何不讲了？你等一心听经，故此不知他事。先看那二心争斗。如来，这妖怪变我模样，烦请如来替我们变个虚实。弟子保护唐僧西天取经，一勇之上降妖伏魔，不知费了多少精神。你二人同口一词，吵嚷了佛地清净，一个一个道来。我保师傅前来宝山，因路上打死几个强人，就被师傅怪我凶恶，把我轰走了。谁知这妖怪变我模样，学我声音，打伤师傅，还抢走了包袱，牵着师弟悟净寻至我宝山。没想到被这妖怪假捏巧言，说有真僧取经之故。脱身来至南海，备说详细。不想观音也分辨不出来，我二人就从天宫打到了地府，都分辨不出来，故此大胆前来，请佛祖大开方便之门，广垂慈悯之念，帮弟子分辨正邪。弟子也好保唐僧亲拜金身，取得真经回东土，也好永扬大教啊！佛祖为何发笑啊？尔等仔细看来，与他分辨一二。真是辨不出啊！如此相似，却是天下之奇事。文殊菩萨，你为七佛之师，想必能分辨得清。惭愧惭愧，弟子法力薄浅，实在不能分辨呀。普贤菩萨，弟子分不出真假。观音菩萨到了。拜见佛祖。观音尊者，你来得正好。你看那两个行者，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呢？前日在荒境，弟子已辨过，却不能辨出。他又到了天宫地府，也都难认，所以特来拜告佛祖，千万与他辨明辨明。你等法力广大，
只能普阅周天之事，不能遍识周天之物，也不能遍知周天之种类。周天之种类，请佛祖开示。周天之内有五仙，乃天地神人鬼；有五虫，乃寅寅卯戌坤。这厮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，亦非寅非寅非卯非戌非坤，又有四候混世，不入十类之中。敢问是哪四候？第一是灵明石候，通变化，识天时，知地利，移星换斗。第二是赤考马候，巧阴阳，会人事，善出入，必死诞生。第三是通臂猿候，拿日月，缩千山，变修旧，乾坤挪移。第四是六耳猕猴，善领阴，能察理，知前后，万物皆明。此四候者，不入十类之中，不达两间之名。六耳猕猴若站在一处，能知千里之事；凡人说话，也能知晓。故此说他善于听音，能察理，知前后，万物皆明，是以与真悟空同相同音者，六耳猕猴也。六耳猕猴，你还不现出本相，更待何时？妖怪！悟空，待我帮你擒他。佛祖不让我打，是有意纵妖行凶吗？悟空，那厮已被我扣在这钵盂之下，哪里纵他逃脱行凶了？待我看来。凡人六根不净，尚且烦恼不休，这猴儿却又多了几只耳朵，难怪能够乱人耳目，以假作真，以真作假。妖怪，你害我师父，坏我名头，我定不饶你！凡人六根不净，尚且烦恼不休，这猴儿却多了几只耳朵，难怪能够乱人耳目，以假作真，以真作假。妖怪，害我师父，坏我名头，我定不饶你！住手！善哉，善哉！你这猴头下手太狠毒。如来，你不该怜悯于他。这妖怪打伤我师父，抢走我包袱，一律问他个得财伤人，按说有个斩头之罪呀。这妖怪尸体呢？怪哉！六耳即为六根，即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也。心经上说，心即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此猴儿多了六根，便多了一心，而此心
如今已被你所杀，自然就只剩一息，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悟空，你莫多想啊，也莫多心。猴头，现在真假已分，你快去保护唐僧来此求经。等，如来，你等弟子告知啊！我是被那唐僧轰出来的，我若回去，他再不要我，那岂不是白费力气啊？嘿嘿，佛祖，求你发慈悲，高抬贵手，帮我念个孙姑咒，退掉这金箍，交还于你，放我还俗去吧。我回到花果山，保证踏踏实实当我的大王。只要天上那些毛神不惹我，我就再也不会闹什么天宫了。悟空，不可如此乱想。什么叫乱想啊？是他先不要我的。如来，嘿嘿，如果你不念孙姑咒，也罢，我就在灵山待着不走了。猴头，别耍刁，我让观音菩萨送你去，不怕他不收，好生保护他前来。那时功成归极乐，如意坐莲台。做不做莲台也倒罢了，只是当着和尚太辛苦了。悟空，休得胡言。你不知苦中苦，哪得甜上甜？快与我走吧。走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你病得如此之重，叫我如何是好啊？如果我现在去求菩萨，要是遇到了妖魔鬼兽，我岂不是害了师傅？要是大师兄和二师兄有一个在，我就好办了。悟净，生老病死，那是凡人必经的劫数。为师乃肉体凡胎，如何不病啊？师傅，你明知那强盗该杀，可又赶走大师兄，这不是犯糊涂吗？伤人性命容易，救人一命难呐。为师是想通过这件事，来点化悟空的慈悲之心。弟子明白了，原来师傅是为了教化大师兄。如果见人就杀，见恶就除，那地狱便永不得空了。是啊，地藏王菩萨曾说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多大的胸怀啊，多大的慈悲啊！好悟净啊，你的悟性也越来越好了。都是师父的教化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师父，师父，你这猴子还敢回来？师父都被你害死了！傻师弟，我是来送药的。送什么药？不许你害师父！这是观音菩萨给的药啊！观音菩萨。快！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来，师父，师父，你醒了，师父。怎么是你？师父，不光是我来了，你看，观音菩萨也来看你了。师父，慢点，师父。慢点。请。
见过观音菩萨。前日打你的是假行者六耳猕猴，已经被如来识破，被悟空除了。你今需收留悟空，一路上魔障未消，你需他保护你，才能得到灵山，见佛取经。你不要再责怪于他了。弟子谨遵法旨。菩萨，我老师有件事不明白。什么事？为什么如来佛祖说的就那么玄乎？只有他认得那妖怪的真相。菩萨，你们那么大的本事，怎么也认不出那六耳猕猴的真相呢？菩萨2个字的意思就是觉有情。哦，菩萨能觉知情感，所以还有没有达到佛的境界。那佛的境界是什么呢？空无之境，如来藏性，妙明本心。只有本心才能明辨真假。其实说穿了，并不是如来佛辨出了真假，而是悟空你自己呀。哦，师弟，你听懂了吗？哎，师兄，我现在也弄不明白，当着那么多神佛的面，你怎么把六耳猕猴打死的？佛不是从不叫人杀生的吗？难道佛就不阻拦你？因为拦不住。难道就没有假悟空？没有假悟空，只有真悟空，还有一把无名火。悟空是何时起了无名火？就是这把火失去了控制，任其纵放的结果，就烧出了无名心，最后练出了假悟空的实相。师傅，我明白了，是因为我那天看见你被倒吊在树上，浑身打的都是血，我一时气急攻心，师傅。都过去了，师傅，都过去了。悟空，别再说了。想明白了就好了。我去了。悟空，来，悟空，恭送菩萨。师傅，八戒呢？好喝好喝，再来点儿，再来，再倒点儿，再倒点儿，好好好，好酒。你这个憨货，师傅都快病死了，你倒好，在这儿好吃好喝的。哎，猴哥，你还不知道我老朱吗？我老朱一向是心慈手软。我来到这洞府，我就碰到这一老一少。我跟他们说呀，我是来拿行李来了。可他们跟我说，咱们先吃吃喝喝，等吃饱了喝足了好说话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永远吃不饱，也喝不足。到现在也别好好说话。猴哥，你这急脾气，总是猴急的，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谁呀？悟空，这世上之人，为何真假难辨？菩萨说，因为没有进入空境。只要还会被六根所扰，就很难找回妙明真心。人只要还活着，就很难不被六根所扰吧？其实这世上有很多人，都把假心当真心。他们不去相信对方平日里说的好话，反而相信对方愤怒时说的气话，说那才叫真心话。这是不是太可笑了？这我听得懂，因为那时候说的话是无名火起说的无名话，怎么可以当真呢？
可是我们往往都当了真，所以佛说，我等本来都有一颗妙明真心，却一念动无明。师傅，我是只破野的猴子，醒的时候少，迷的时候多。师父也是肉身凡胎，难免也有迷的时候，不然就成菩萨了。说的也是啊。不过悟空，为师还是要赞叹你。世人在面对本心跟无名假心的时候，多是本心被无名假心所败，你却能灭了假心，守住妙明真心。你虽然是野猴，却胜过无数世人啊！师傅，你看大师兄害羞了，脸红的跟屁股差不多了啊！你什么时候也敢消请我了？哎，二师兄啊，你今天怎么不说话呀？插不上嘴呀！你这憨货，听不懂我们说什么了吧？我还怕你是假猴子呢。哼，真猴子只会专惹师傅他老人家生气。哼，这真猴子，他哪会懂得讨师傅他老人家高兴啊？你说是不是，沙里？师傅，您老人家，您就听我的，不会错。留神点这猴子，不晓得他心里还有什么算计。哼，呆子。我知道他想什么，他一心只想护送为师去西天取经啊！听见没有？大师兄只是有点变了，他还是真的。哎，你也得变变才好啊！修行嘛，就是要变得更好。哟，少儿弟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聪明了？现在弟子可是明白了，这个世界上确实是真假共存，真假难辨呢。可是，假的真不了，真的假不了，这才是人间正道。奇怪，如今正是深秋，下个1-2场秋雨，就该下雪了，为何却暑气逼人呢？哎，是啊，这天气跟3伏天差不多呀。哎，师傅，我听说西方路上有个叫斯哈里国的，是日落之处，俗称叫做天尽头。若此地热气蒸人，那肯定咱们是到了日落之处了吧？嘿嘿，你们别听那呆子胡说。若说斯哈里国，那还早呢。切，你猴子才胡说呢！啊，要不是到了日落之处，为何这样炎热？哎呀，这好好的老天爷，怎么不照规矩做事儿呢？哎，猴哥，怕是有妖怪作祟吧？像是天时不正，秋行下令之故也。悟空，前面有个驼队，你去问一下为何如此酷热，我们也顺便歇歇脚。好，师傅。哎，大叔，这位大叔，谁呀？等等！哪来的妖怪？别跑！我不是妖怪，我不是妖怪。我老汉一时眼花，请勿见怪。你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？这位大叔，我们师徒4人是要到西天取经的，路过宝地，不知为何如此炎热，一不知何地，二不知何故，特来向你请教啊。那到我那里去，喝杯凉茶，先解解暑气呀。好，多谢了，师傅，走，师傅。师傅，快，我们走吧，八戒，快点！此地唤作火焰山，无春无秋，火焰山4季炎热呀。来啊，喝水啊！那山离此地60里远，正是西行的必经之路，却有800里的火焰，四周寸草不生。要过此山，就是铜脑盖铁身躯，也要化成汁儿了。呆子，又想说什么泄气的话？谁说泄气的话了？
那俗话说得好，听人劝，吃饱饭嘛。来来来，凉糕来了。这是我的婚家，各位长老尝尝的凉糕啊，去吧去吧。有吃的。那呆子，师傅还没吃呢。师傅，吃吧，请请请吃。吃吧。那我先吃了。哎，老人家，我来问你，这火焰山方圆百里寸草不生，如何种的五谷得的这高啊？哦，若问这五谷从何而来呀？必须敬求铁扇仙呐！铁扇仙？这铁扇仙有柄芭蕉扇，求得来一山熄火，二山生风，三山下雨。我们就布种，及时收割，故此才有这五谷可以养生啊！不然的话，这方圆百里寸草不生，哪里还会有人烟呐？看来这铁扇仙是法力无边。幸好是个好神呐！哎，那为何百姓们不去求那铁扇仙灭得此山火，可永得安生啊？哎呦，那圣贤岂能是说请便请得来的？还要灭了这山火？那倒难说。平常之时，要是没有礼物，那圣贤是断断不肯来的。他若答应把火灭了，那他还怎么能得到供奉啊？那他要什么样的礼物？我这里的人家。每10年去拜酬一次，4猪4羊，花红表里，1香10果，美酒佳肴，沐浴虔诚，拜到那仙山，请他出动来此施法。我这里众信人等去拜仙山，一去一回1月之功，真是苦不堪言呐。看来这铁扇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用它回破扇子。这么折腾人，长老可不敢如此胡说。这话要传到那铁扇仙耳中，那可就惹恼了他。不再行风行雨，方圆800里的百姓就得饿死了。哎，我来问你，这山坐落何名？离此有多少路程？我老孙好去借扇呢。那山名叫翠云山，在正南方，到这里有1400余里，如何去的？等你们的糕还没吃到肚子里，我老孙就回来了。啊！哎呦！这位大哥，这位大哥，妖怪！我不是妖怪，贫僧问询了。那长老是要去哪里啊？这位大哥，请问这里可是翠云山？有个芭蕉洞、铁扇仙。对，这芭蕉洞虽有，却没有什么铁扇仙。只有一个铁扇公主，又名罗刹女。哎，这位大哥，她可有一柄芭蕉扇，能灭这火焰山之火？正是。这圣贤确实有件宝贝。扇能熄火，保护那一方百姓，故此人称铁扇仙。我这里人家用不着它，只知她叫做罗刹女，乃大力牛魔王之妻。啊，大力牛魔王之妻？是啊。巧了，碰到亲戚了，也碰到仇家了。你和铁扇仙有亲还是有仇啊？没什么。哎，这位大哥，敢问那芭蕉洞怎么走啊？翻过这座大山便是了。谢了。哎，站住！来者何人？嘿嘿，贫僧这厢有礼了。哪里来的怪物？去！哎，你这小娃娃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呀！我是你家主人的贵客，速进去通禀，免受责罚。既是主人贵客，敢问尊姓大名，我好与你通报。你就通报，我是旧友孙悟空。孙悟空，请贵客稍后。也不知道这个罗刹女是不是个明白人。这一碰头，不是大好，便是大坏。哎。
公主，有客人来。我这洞门口都快长出蜘蛛丝了，难道还有人来乞讨不成？他说是主人的贵客。贵客？叫什么名字？叫孙悟空。孙悟空？他长什么模样？是个猴子。猴子？不错。叫小的们出门迎接。是。你就是孙悟空？想必您就是铁扇公主。嫂嫂，老孙这儿有礼了。呸！哦，谁是你嫂嫂？哎，尊府牛魔王是我的结拜兄弟。今闻嫂嫂是牛大哥临政，怎么能不以嫂嫂相称啊？既然有兄弟之亲，你为何还要害我儿子？敢问令郎是哪位啊？我儿是火云洞圣婴大王红孩儿。哦，被你掀了底，我正愁没地方报仇，你倒送上门来了，我怎么能饶了你？嫂嫂，你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真相，怎么就怪求我来了？只因令郎先捉了我师傅，又要蒸又要煮，幸亏菩萨降了他，这才救出了我师傅。如今他在菩萨处做了善财童子，与天地同寿，日月同庚。你不感谢我，反而责怪于我，这道理何在呀？虽然他没有伤及身体，但是我什么时候才能跟他见一面？啊？我什么时候才能跟他团聚呢？嗨，嫂嫂要见令郎，那有何难？你且把宝扇借我，我扇灭了火，送我师傅过山，我就到南海菩萨处请你儿子过来跟你见面。那时候你看他若有损伤，你再找我算账；若是比原来长得还标致，你就应该感谢我。哼！呸！你这只泼猴，就会耍嘴皮子。我告诉你，你把头先伸过来，让我砍几剑。若挨得了疼痛，就借扇子给你；若挨不了，就去见阎王吧。不必说了。我老孙只把头伸过去，任凭嫂嫂砍上多少剑，砍到嫂嫂出气为止。但只求嫂嫂能把宝扇借我一用。哼，看剑！哦。嫂嫂要是不解气，就再砍2下。嘿嘿，看嫂嫂的样子，怕是累了，那就把宝扇借给小弟吧。你休想！哦，嫂嫂。你可不能言而无信呐！因为那是我的宝贝，我绝不可能借给你。嫂嫂，你是个女流之辈，我跟你也说不清楚。好，算了，牛大哥在不在洞内？那是我的宝贝，我借不借给你是我的事情，你提他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要再不走，我饶不了你。咦，我可是看在牛大哥的份上，才不跟你争执啊！你再提一句，嫂嫂，你还是快把扇子借给我。不然我是不会走的。白夜做梦。大仇终于得报了。对呀对呀，公主这一扇子还不知道把那孙猴子扇到哪儿去了，能不能回来还是问题呢。对了，公主，这件事要不要告诉大王呢？告诉大王？2年了，他连这个洞口都没有迈进来半步。去找他，不是自取其辱吗？公主，我想大王不是不打算回来，一定是那狐狸精不肯放人。公主跟大王这样怄气，对自己没有好处，只是白白便宜那玉面狐狸罢了。你要我主动去找他？今天公主受了这样的委屈，别人问起来，她要是不知道，只怕还来怪公主给她丢脸呢。好歹他还是您的夫君，不是吗？再不就一刀两断，出了什么事，他就可以不明不白、不闻不问啦。是啊，除非公主不要那个夫君了，
不然不能让他置身事外呀。这风怎么这么厉害呀？我老孙翻了几个跟头都停不下来！哎呀，完了！白天给刮到天要黑了，这是多远呢？站住！哪来的臭婆娘？这样敲门作死吗？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奴，嘴巴这么臭，去跟那头牛说一声，姑奶奶在此等着他。凭什么让我家大王出来见你？赶快滚，不然我们对你不客气。哼，难不成那头牛不在里头，又找了个小的？现在那只狐狸精也失宠了？谁的嘴那么臭啊？哎呦，今天吹的是什么风啊？居然闻到了一股子臭烂破鞋味儿，差点儿把人家熏晕过去了。哼，生平我最怕的就是狐臭，一身的馊味儿。今天既然我来了，我就是被熏死，我也得进去瞧一瞧。这是我的屋子，没有我的答应，谁都不能进去。哼！谁要是拦着我，我就送谁去死！没人，倒酒，倒酒。好，倒酒，好酒，好酒啊，好久不见了。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本来夫君在这快乐似神仙，我是不应该打扰的。但是我今天遭人欺负，我怕不告诉你，免得你日后被人耻笑。欺负？谁欺负你了？什么人欺负你了？我跟他拼了！还不是那个500年前你结拜的兄弟孙悟空？他先是害了咱们的孩子，红孩儿被观音拘了去，让他在南海那个地方没有爹娘的照顾，也没有人做主。我可怜的孩子。虽说这孩子学了一身的本领，可毕竟还太小，我不该轻易让他去辖管后山。如今叫观音收了去，这佛妖殊途再不能像以前那样想见就见，想抱就抱。我可怜的儿啊！这红孩儿被观音收了去，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儿了，天下的妖怪都知道，也值得跑到这儿来哭诉吗？我们家的事情不用外人插嘴。哼，是，做文章也得先有铺垫。听听你多久才能讲到主题？对，今天不是有人欺负你吗？是那个孙悟空吗？还是那个孙悟空。他跑上门来问我借什么扇子，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跟他打了几个回合，腰也疼，肩也酸，还差点丢了性命。这个孙悟空啊，这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他不念别的，也得念我们500年前的交情啊。当年我们大家同生死，一起杀天兵，死了多少牛子牛孙？哼，那个猴头好端端的打上山门来干什么？难道唐僧也想住到芭蕉洞来吗？是夫人，这话说的没错，他总不会没事上门找茬。他就是想上门来借芭蕉扇。你说我一个妇道人家，在家里没人做主，本来就够可怜的了，他还上门羞辱我。他说我是妇道人家，
不跟我说，非要跟你说。那宝贝本来是我的东西，借不借由我自己做主。只是我可怜，可怜也没有一个人让我躲在他身后。你还当我是你的妻子吗？哎呦，夫人，你别哭啊，夫人。夫人，你听我说，夫人。哎呀，夫人啊，听你们说，那孙悟空本领通天，怎么姐姐可以全身而退？难不成姐姐真把那芭蕉扇双手奉上，才苟且活下来的吗？是啊，夫人，你借他扇一扇，不就结了吗？啊！我是扇了他一下，这不就结了？这一下不知道扇到哪个海角天边去见阎罗王了？难道还会上门索命吗？依我看，姐姐只不过想找个借口来见见大王，撒撒娇罢了。目的还不是想让大王回到你身边去？我把你这个害人家庭滚出去！你这个大事，你这个狐狸精！大王，他刚才还说举不起手来，现在他大妾身就举得起手来了。他到我家里来打我，真是欺人太甚了，大王。夫人，你别真动手啊！这撕破脸对谁都不好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大王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为难，我也不想当那不明事理的女人。大王心里爱谁，便到谁那儿去吧。哎呀，反正我也霸着你2年了，你看也看厌了，玩也玩腻了。谁让当初是我自己看上了你，我倒贴钱，是我自作贱，我怪不得别人。大王，你随便怎么样，让我一个人去吧。哎呦，美人儿，我何时说过我要去了？美人儿，你别难过，别伤心了啊，美人儿。牛魔王，啊，你眼睛花了吗？你看不清楚吗？这个女人以退为进，她让你色令之婚，你还真的跟她走，你真成了笨妞了你！大王，你的妻子就是这样教训你的吗？这还成什么世道了？是非颠倒了吗？我以夫为尊，以夫为天，难道我错了吗？提山，那猴头欺你是不给我面子，你今天当我面打我的小妾，更不给我面子。我念我们2个是夫妻，你怎么来的，你就怎么去吧。好你个牛魔王，男人一旦变了心，就是9头牛也拉不回来了。以前我念在我们之间还有个红孩儿，有个牵绊，现在连红孩儿也没有了，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就此一刀两断。提山，你记住，是我跟你一刀两断，是我先不要你的，要断也是我先不要你的。你可记住了，是我休的你，别出去胡说八道。我告诉你，是我休的你。这妇人一扇居然把我老孙扇得如此之远，果然是把好扇，也是好风，竟然让老孙在大风里滚了一夜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有些眼熟啊？你是哪里来的野和尚？哎，什么野和尚？我孙悟空可是有道的高僧。哎，我来问你，这里可是须弥山灵基菩萨的道场？你既然知道，如何还敢这般放肆？知道就不能放肆了，快去通报，就说我孙悟空前来拜望他。
孙悟空，嗨，不劳你跑腿费舌，我自己去。哎你，师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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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岛天宫的猴头来了。哦，大圣，你是吃多了酒，还是走迷了路？你不到西天取经，怎么跑到我须弥山来了？我这里可没有经给你。哎，不是，我是走路走太多了，烦死了。嘿嘿，到你这儿讨杯茶吃。我可没有茶给你，你到别处讨吧。老头，我是跟你开玩笑，你别当真呢。实不相瞒，我是被风刮来的。那好说啊，我再弄阵风把你刮回去不就行了吗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风厉害呀。哦，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，乃是昆仑山后自混沌开辟以来天地产生的一个灵宝，乃太阳之精液，故此能灭火气。假若山着人，那就要飘84000里方息阴风。我这山到火焰山只有5万余里，这还是因大圣有流云的本领。若换了别人，恐怕到现在还停不下来呢。厉害，果然厉害啊！但是要保唐僧去西天取经，必经火焰山。悟空啊，这扇子你还是要去借。这菩萨近不了身，借不来呀。大圣放心，你此一来也是唐僧的缘法，该当大圣成功。菩萨，多指教，多指教。我当年受如来教旨，赐我一颗定风丹，如今送与大圣，管保那妇人扇你不动，你却要了扇子，山西那火，保你师傅西去吧。多谢菩萨，多谢菩萨，菩萨快给我吧。公主，你心里要是还有大王，就不该把话说得这样绝。他已经不可能再回心转意了。看样子，奴婢劝公主去见大王，真是害了公主了。这也好，快刀斩乱麻，好过不明不白，不死不活。公主这话说得太快了。大王跟公主做了300年的夫妻，跟那玉面公主在一起不过2年，自然还图个新鲜。时间一久啊，没准还腻味了，又想回到公主身边。难道公主真的不开门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再提那头牛的事了，我头都疼了。公主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孙猴子又来接扇子了。又来了啊！哎，嫂嫂，小弟这厢有礼了。你又来门上骚扰，你不怕死吗？嘿嘿，嫂嫂，你别那么小家子气嘛。你把扇子借我用用，等我保唐僧过山，自然还给你。我老孙是个言而有信的人，你放心。哼，等我把你送到阎王那里，再借与你也不迟。我劝你别费这个力了，你又不是没领教过小弟我的能耐。我劝你还是把宝扇交给我吧。哼，你休想！你可别难伤我，嫂嫂，我可怕了。哼，晚了。你看，你有宝贝，我也有宝贝，这叫定风丹。
嫂嫂，你还是把宝扇借给我用用吧。你休想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看，你有宝贝，我也有宝贝，这叫订风丹。嫂嫂，你还是把宝扇借给我用用吧。你休想！撤！哦。关门上锁，省得那孙猴子钻进来找茬。是。渴死了，给我倒杯茶。是。公主，那猴头哪弄的订风丸啊？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吹不动啊？哼，想对付我，没门儿。越是这样，我越不把宝扇借给他。对，坚决不能给他。嫂嫂，把扇子借我用用吧。孙悟空，孙悟空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快出来！嫂嫂，我在你家里呢。啊，你在哪里啊？嫂嫂，我在这儿呢。他好在你身上说话呢，公主。啊，在我身上啊，在我身上！你这泼猴，你跑到我身上干什么啊？你在哪儿使诈，害我啊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嫂嫂，我老孙一生不会使诈，玩的都是些真手段。现在我在你的府内已经看到你的心肝脾肺肾了啊！这肠子的颜色倒还挺新鲜，只是味道差了些。老孙给你诊断一下，你的肝气郁结，肝火偏旺，心情得放松点儿。你这只泼猴，在我肚子里干什么呀？你给我出来！快给我出来！可是这里不错呀，不冷不热，比那火焰山舒服多了。来，不行，那会烫着公主的。不行！那怎么办呀？嫂嫂，你多久没吃东西了？这肚子里除了酸水什么都没有，可怎么吐得出来呀？嘿嘿，我知道你饿了渴了，让我老孙给你做碗酸汤喝。嘿嘿嘿，呀去！公主，吐没吐出来呀？没有啊，痛死我了！嫂嫂，不要客气，我老孙再送你个甜点吃哦。公主，怎么样啊？好点没有啊？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快想办法呀！喝水，快想办法！我不干！哎呀，这样，公主，快想办法！哎呀，公主，来，捅你吧！竟然敢捅我！公主，你快起来吧，小弟把肠子弄断了。是啊，公主，你快求求我吧。公主，快求求我呀！公主，你求他吧。我求求你了，好叔叔，饶命！饶了公主吧。嫂嫂，把扇借给我吧。好，我借。我借。好叔叔，好贤弟，爹！叔叔，给你拿扇子去了，你快出来吧！嫂嫂，你说话可要算数啊！自然算数，你是自家兄弟，嫂子还会骗你不成？扇子已经拿来了，你快出来吧！那你张嘴，让我先看看。我张开了。大圣爷爷，你快出来啊！扇子拿来了，你看呢？算你识相。好，你把嘴张开，我这就出去。拿来！嫂嫂，小弟这儿多得罪了。快走吧，我怕了你了。嫂嫂，待小弟灭了火焰山的火，就马上回来把扇子还给你。你别回来了，老孙告辞。多谢了。公主，
这孙悟空中计了。他要真把火焰山给扇灭了，到时候我这芭蕉扇岂不成废物了？啊，那所有的人都不来祭拜我了，我就真的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，被所有的人遗忘得干干净净了。啊！哼，这猴子真是越来越没用了。不是说一个筋头能翻10万8千里吗？怎么去了1天1夜，这还不见回来呀？唉，看来铁扇公主啊，也不是什么为善之辈。是，扇子啊，哪有那么容易借到的？哼，照猴哥那性子，不惯与人低声下气，说不到2句话就得跟人家吵闹起来，人家怎么肯借他东西？哼，还不如让我老朱去呢。哼，哎，二师兄，你少说2句，没看师傅替大师兄着急呢吗？快去。师傅，您老人家别着急啊，要不然我老朱去一趟。你们别说了，快看那边。啊！师傅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看，大师兄，哎呀，你见到扇子了？哎呀，快上路吧。那铁扇仙是牛魔王的妻子，那不就是红孩儿的母亲吗？是啊，也是个不明不白的人，难怪那红孩儿一副没教养的德行。哎，她要是能明白，就不会是罗刹女，会是个女菩萨了。所以啊，她活该叫大师兄折腾一顿，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就是，嗨，这天下父母心呐，大师兄要是当过爹娘，就知道人家心里头的疼痛跟不舍了。那铁扇公主是个弃妇啊，难免心怀愤懑。那牛魔王怎么说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怎么对自己的发妻如此的无情啊？这才叫人世无常，人心善变呐。嘿，没错，你这500年都没见着他了，你怎么知道他变成什么样子了？真正的好朋友是不会因为岁月而改变的。嘿，俗话说得好啊，这金钱权势会让人变。还有句老话说的，英雄难过美人关嘛。我看那铁扇公主倒有几分可怜呐。回头取得真经，该指点她一条明路，不要一门心思只放在男人身上啊。对啊，她当时若能一心把心放在教养红孩儿身上，也不至于弄得母子分离啊。也不全是她的错，这牛魔王为美作所逼，把个好好的家给弃了，才招致这样的后果。师傅，可那红儿被观音收去，这可是天大的造化呀！啊！试问天下，能有几个孩子有这样的造化，能遇上观世音菩萨呀？那可不，多的是暴尸荒野，叫牛头马面收去的多呀。热死我老朱了！哎呀，这里便是火焰山了。哦，难怪。哎，二师兄，你看，整个天都给烧红了。烧红了，我也快红了。哎，一片火海，蔚为壮观啊！哎呦，行了，师傅，您还壮观呢！我老猪都快烤熟了，我这。你们先在这休息片刻，待我灭了那火焰山之火，等脚底下凉了，咱们再上路。对，猴哥，你赶快去扇去，别心疼力气啊，多扇几下。一扇熄火，2扇生风。这宝贝怎么越扇火越大呀？
山才灵验。三山下雨。二兄，你看，这火越烧越大了！我的亲娘姥姥啊！事儿弟，快保护师傅，快带师傅跑！师傅，快走啊！快走！这该死的猴子，这是犯的什么好事儿？这是！二师兄，行嘞！快走，快跑！这猴子，你搞什么呀？没把自己烧成烤猴，我老猪快成烤猪了！二师兄，放下！我的亲娘姥姥啊！八戒，师傅，我这是捡了条小命啊！你看看，我这腿都跑丢了好几条了，我这该杀的猴子，他弄得把什么扇子回来呀？他，师傅，我看这猴头根本就没安好心，诚心想害死我们。白眼二师兄，大师兄烧成这样，你也不问问，还这样埋怨，是那罗刹女狡猾，把大师兄给唬了。师傅，悟空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你放心，我没事，我没事啊。土地何在？小神土地参见大圣。我来问你，这山的火为什么灭不了？要灭此山火，需向罗刹女借得芭蕉扇。哦，芭蕉扇，我方才拿的不就是芭蕉扇吗？大圣被他骗了，拿了把假扇子。骗了？假扇子？那如何才能拿到真扇子？若要借得真扇，需要寻求大力王，就是牛魔王。牛魔王？哦，原来这是牛魔王的山。假名火焰山，不是，大圣，大圣若肯赦小神之罪，方敢直言。哼，有什么不敢说的，尽管说。这火源是大圣您放的。你放屁！我老孙岂是那放火之人？大圣，您是不认得我了。此间原无这座山，只因500年前大圣大闹天宫时，被显圣擒了，押赴老君，将大圣安于八卦炉内锻炼之后开鼎，被你踢倒了丹炉，落了几块砖来，内有余火，到此处化为火焰山。我本是兜率宫守护的道人，被老君怪我失手，降下此间，就做了火焰山的土地。哼，难怪你这等打扮，原来你是道士变的徒弟。啊，嘿嘿，我来问你啊，如何才能寻得那牛魔王？那牛魔王乃罗刹女的丈夫，他现在积雷山魔云洞有个万岁孤王，那孤王死了，遗下一个女儿，叫做玉面公主。那公主有100万家私，无人掌管。2年前仿着牛魔王神通广大，情愿倒赔家私，招那牛魔王入赘为夫啊。嘿嘿，师傅听见了没有？果然是那牛魔王与那玉面狐狸有勾当啊！啊，狐狸精，我原来还以为是骂人的话呢。那牛魔王弃了罗刹女之后，久不回顾。若大圣寻着牛魔王，拜求来此，方可借得真善。一则山息火焰，可保你师父前进；二来永除火患，可保此地生灵；三者赦我归天，回缴老君法旨。我来问你。那积雷山要多远？离此多少路程？正南方向，此间到彼3000余里。
在想你那个糟糠之妻吧？我哪是在想他呀，我在想那只猴子。那只猴子有什么好想的？哼，我想他可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物，只怕他这回不会善罢甘休啊。你是怕他去找那个罗刹女的麻烦，还是来寻你的晦气？哼，想他500年前被佛祖压在五行山下，我72妖王没有一个不为他担心。万万没想到他脱困之后，居然进了佛门，给佛祖卖命。好好的兄弟，倒成了佛魔不两立的死对头。依我说呀，大王，你就是太讲情义了。那猴头一入佛门就自奉正宗，哪还把你看在眼里呀？别说那红孩儿叫他给毁了，那百鸟精一样让他给灭了。对了，那个穿一身白的翩翩姑娘，不就是你们结拜的那7个兄弟姐妹吗？最后又是什么下场？听说先是被他打死，后来变成了白骨精，之后又被他连打3次还没死，结果又被他逼得引火自焚，只剩下一堆白骨，哼，魂飞魄散了。亏你还惦记着一起对抗天兵的往事，信不信？要是现在天兵来抓你，他一定会帮着天兵对付你。够了，别说了。我可是为了你好啊！我说够了，你别说了，听不懂吗？好，随便你死活，我不说了。你，女菩萨，女菩萨，女菩萨，小僧这儿有礼了。你是何人？我来自翠云山，初到贵地不知路径，特地问问女菩萨，这里可是积雷山呐？是又如何？那有个魔云洞，不知坐落何处啊？你找那洞做什么？我是芭蕉洞铁扇公主相求，特地来找那个牛魔王的。那个老贱人，还不知羞耻！自从牛王到我家不到2年，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银、绫罗缎匹，年供柴，月供米，自自在在的享用，还不知羞。前儿个还跑来这儿闹了一场，自己还说要1刀2断，现在又找你来做什么？哦，原来你就是玉面公主啊！嘿嘿，你这个将家私卖助牛王、黑钱嫁汉的贱人，你还敢在这儿骂别人？你敢骂我？休走！臭狐狸精！开门！大王，大王，不好了！大王，大王不好了！美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脸煞白。我打死你这个温牛！打死你这个温牛！打死你这个温牛！啊！早先都是我的不是，美人要打便打，但你别哭啊！你看你哭，我会心疼的。我因父母无依，召你护身养命。江湖中都说你是条英雄好汉，没想到你是个惧怕老婆的庸夫。之前你只是在我面前演戏罢了，谁知道私底下你们是怎么个交往？我真是命苦啊！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又提起这事儿来了？我哪儿又开罪美人了？你如不如意，你尽管慢慢说来，我与你赔礼就是啦。铁山那个贱人差了个毛脸雷公的和尚来请牛王，被我说了2句，他就拿着棍子赶着我打。若不是我走得快，早就成他的棍下鬼了。
这不是招你为祸，害杀了我吗？哎，这不对呀，这事有蹊跷。想我那佳妻自幼羞耻，也算是个得道的仙女啊，治家严谨，家务一尺之童啊，哪儿来个毛脸雷公的和尚？这定然是有人假名托姓前来生此是非。不行，带我去看一看。来人，拿我的兵器。是哪个雷公嘴的和尚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哦，喂，嘿嘿，牛大哥，是小弟呀，可曾还记得？哦，原来是你这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。说到毛脸雷公嘴的和尚，我早该想到是你。哎，孙悟空，你皈依佛门，现在是和尚一个了。哎，牛大哥，你也不同以往了啊！称霸一方，雄赳赳气昂昂，风采胜过当年，这真是可喜可贺呀！这话不假，我修炼了500年，已经不是当年在花果山为你摇旗呐喊、打打前锋的小妖王了。可是贤弟你，当年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啊，偏要到天上当什么神仙？天兵天将要来抓你。哼！如今你不愿如来佛祖压你500年，甘心皈依佛门，做了一个跑腿的小奴才。这也是一种修炼嘛，这叫修身养性。哼，得了吧你！你甘愿寄人篱下，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，害我小牛儿圣婴做什么？我正恨着你呢，你居然送上门了！哎，牛大哥，令郎如今跟了菩萨，做了善财童子，嘿嘿，比你我弟兄可强多了。享极乐之门，受逍遥之永寿，怎么反说是我害了他？哼！前些日子我倒也见过他，嘿嘿，可比原来滋润多了。有菩萨教导他，灰暗使者陪着他，还有小龙女陪他一起玩，总比跟着你强，受那狐狸精的脸色。哼！哎，你这猢狲，你当面骂我爱妾，那害子之仇我可以放过，可你打我爱妾，欺上山门，又是什么道理？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天取经，路足火焰山后，闻得嫂嫂有一把芭蕉宝扇，想借来一用，谁知去拜见嫂嫂，嫂嫂却不肯垂怜，特来求见牛大哥。哎，给小弟个薄面，带小弟去见见嫂子，千万把扇子借给我，待我保师傅过了山，据实奉还呢。是啊，你不提我差点忘了，你为了借扇子，先欺我山妻，又骂我的爱妾。常言道，朋友妻不可欺，朋友妾不可灭。你既欺我妻，又灭我妾，你还跟我说是兄弟？你既无情，休怪我无义，你就先吃我一耙。哎，等等，大哥若想打，小弟也不怕，但求先把宝扇借给我。借宝扇？那宝扇乃是我牛家之宝，你拿我的扇子扇灭了800里火焰山。那我们没了俸禄，老百姓也不供着我们了，岂不是绝了我们的生路吗？嘿嘿嘿，大哥可知道我花果山金银无数，若是你需要钱财的话，随时去取啊。金银也就罢了，可是百姓对我们夫妻奉若神明，你能给得了吗？那我倒没有。哼，不能还废什么话？来，你我大战300回合，如能赢我，我便让山妻借你宝扇。如敌不过，我便打死你，与我儿同出血海。大哥说的是啊，小弟一向疏懒，也不曾与大哥见面，也不知道大哥的武艺比昔日如何。待小弟好好领教你几棍。